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你知道吗？再过不久，从新山到乌兰，车程只要大约5分钟，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两边都是联合通关，也就是说，你在出发站一次性完成新马两国的出入境手续，到站之后不用再排队。这个项目就是新柔捷运 RTS。官方给出的目标是2026年底开始载客服务。高峰时段，每个方向每小时可以承载1万人左右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从新山到乌兰变得像跨一个地铁站那么简单，那乌兰的房子还值不值得买？今天我们不情绪化，不喊涨也不喊跌，我们用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案例，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跨境地铁，来推演一下 RTS 到底会对乌兰的房价产生什么冲击。很多人听到 RTS， 第一个反应是，哦，5分钟，确实很快。但说实话，真正改变格局的不是5分钟，而是3个东西。第一，联合通关；第二，高频班次；第三，可预期性。过去跨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距离，而是不确定性。你不知道今天排队多久，你不知道高峰期会不会塞，你不知道会不会迟到。这种通勤摩擦成本其实比时间本身更影响人做居住决策。当通勤变得可预期，心理成本会大幅下降，而一旦心理成本下降，可居住半径就会扩大。这才是 RTS 真正改变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例。2022年5月15日，香港东铁线跨海延伸段正式开通，北部新界可以直达港岛金钟，不用再转车。当时很多人也在问，这会不会冲击房价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总结出3条规律。第一，核心区基本没被动摇。港岛核心区本身需求强，金融中心地位稳固，跨境通勤改善并没有削弱核心区价值，这点对新加坡也很重要。乌节 CBD 成熟市政不会因为 RTS 出现就被掏空。第二，边缘区开始面对替代，部分在香港工作的居民会考虑住在深圳，因为空间更大，成本更低。关键逻辑是什么？当跨境通勤成本下降，如果对岸有更便宜、更大的替代品，价格敏感人群就会开始比较。第三，地铁开通不等于全区暴涨。学术研究早就发现，轨道交通改善确实会资本化进房价，但幅度取决于真实可达性提升，以及是否存在替代居住地。换句话说，地铁是放大器，不是万能药。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乌兰。乌兰过去的逻辑是什么？它的优势是价格相对新加坡其他成熟区更低，而且有地铁，配套完善，治安稳定。但它有一个天然属性，边境。在没有 RTS 的时候，跨境通勤的摩擦成本很高，所以乌兰的竞争对手主要还是新加坡内部市政。但一旦 RTS 把通勤摩擦成本降下来，逻辑就变了。乌兰的竞争对手可能不再是易顺，而是新山。我们做一个简单对比，在乌兰，你买的是主屋或公寓，面积相对有限，价格按新加坡标准计算。在新山，同样预算，你可能可以买到更大的单位，甚至带地的别墅。而马来西亚的供给弹性更大，土地成本更低，这就出现一个结构问题。如果一个家庭在新加坡工作，但对空间非常敏感，当通勤变得顺畅，他会不会开始算一笔账？我每天多花一点时间，但住得更大，成本更低，值不值？只要有一部分人开始这样思考，乌兰的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变化。我不认为乌兰会崩，但我更倾向于认为 RTS 会压住乌兰的溢价空间。我们再看整体市场， HDB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第4季度转售价格指数基本与前一季度持平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快速普涨，
而 URA 的私宅价格指数在2025年全年上涨约 3.3%，季度涨幅也只有 0.6%，这是一种放缓。当整体市场放缓时，结构分化就会更明显，谁更有替代风险，谁就更敏感，谁有不可替代性，谁就更稳。RTS 不是在一个牛市中出现，它是在一个趋于理性的市场中出现，这点非常关键。新加坡房子还值得买吗？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。如果你是自住型，而且工作就在北部，生活圈就在乌兰， RTS 对你影响有限，甚至可能带来便利。如果你是投资型，买乌兰是赌升值，那你必须考虑一个新变量：跨境替代。当市场有替代品出现时，涨幅通常会被压缩。如果你是长期持有，看的是新加坡整体经济增长，那 RTS 只是一个局部变量，不会改变国家基本面。真正的风险不是 RTS 本身，而是你买房的逻辑是不是建立在没有替代的假设上。说到底， RTS 不会摧毁乌兰，但它会改变乌兰的买家结构，它会让一部分价格敏感人群有更多选择，它也会让真正看重稳定、安全、教育、医疗、制度环境的人继续留在新加坡。地铁不是涨跌按钮，它只是把潜在竞争关系提前显性化。所以，新加坡房子还值得买吗？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问题：在 RTS 时代，你的房子有没有替代品？如果有，它的溢价就会被压缩；如果没有，它的价值就更稳。最后，我想问你，如果 RTS 开通，你会考虑住在新山通勤吗？你觉得乌兰会涨还是会被压住？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。如果你关心新加坡房市政策和结构变化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